2026年8月21日，東京國際郵輪碼頭，一艘來自東南亞的軍艦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它就是新加坡海軍的可畏級堅定號護衛艦，這是一艘3000多噸級的隱身護衛艦。但這艘船正在發生變化，過去安裝在甲板上的美國魚叉反艦導彈正在被一種全新的武器取代，射程更遠，抗干擾能力更強。這意味着新加坡海軍正在重新定義自己的海上打擊距離。但真正奇怪的並不是這枚導彈，而是新加坡这個國家比很多城市還小，它卻擁有大量型號的裝備，以及亞洲最先進的小型隱身護衛艦，甚至連軍事訓練場都不在自己國家。那麼新加坡到底如何打造一支大國規模的軍隊？答案就藏在這艘堅定號護衛艦裡。新加坡的軍隊從來不在新加坡。對於新加坡而言，打造先進軍隊的第一個難題不是錢，而是土地。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只有730多平方公里，如果完全依靠本土訓練，新加坡軍隊根本無法按照現代戰爭標準進行準備。所以新加坡做了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把軍隊派到國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澳大利亞的肖爾沃特灣訓練区域，這裡擁有大片荒无人烟的土地，可以進行装甲部隊的聯合演習。對於新加坡來說，這裡幾乎就是一個軍事後院，在本土無法完成的訓練可以在這裡展開。坦克可以進行長距離機動，部隊可以模擬更大規模戰爭環境，甚至可以進行聯合兵種協同。它解決了一個新加坡最迫切的問題：如何訓練一支大規模現代軍隊。對於空軍也是如此，新加坡空軍雖然規模不算龐大，但裝備水平一直非常高。它擁有美軍一線戰機，可是問題來了，飛機可以買，但空域在哪裡？所以新加坡空軍長期在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地建立訓練分艦隊。但新加坡不是簡單的花錢買基地，因為軍事合作本身也是一種外交選擇。新加坡把訓練放到美國、法國、澳大利亞，實際上也建立了一張軍事關係網絡。然而這種方式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訓練場可以買，裝備可以買，但是有一樣東西很難購買，那就是人口。新加坡只有有限的人口規模，它无法像其他國家一樣輕鬆維持幾十萬人的常備軍。那麼如何用有限的人口來打造一個現代化的國防呢？而這也正是可畏級護衛艦誕生的原因。上世紀90年代末，那時的馬六甲海峽正處於一種撕裂的狀態。這裡是全球最繁忙的黃金水道，掌握着東亞經濟的咽喉。而對於新加坡這個島國來說，海洋不僅是航道，更是維持國家生命運轉的唯一輸血管道。他們80%以上的 GDP 高度綁定在這片蔚藍色的水域上。但尷尬的是，當時新加坡海軍手裡攥着的底牌卻少得可憐。他們當時的主力是幾艘只有幾百噸的海狼級導彈快艇和勝利級輕型護衛艦。這些小船在近岸風平浪靜時巡邏還行，但如果想要深入遠洋或者執行長期的航線護航任務，根本不夠看。更致命的是，面對周邊國家開始陸續裝備潛艇和現代化戰機，新加坡這些小艇在現代海戰中就是活靶子。火力焦慮像夢魘一樣籠罩着新加坡國防部，他們迫切需要一艘大船，一艘能在遠洋扛起狂風巨浪，能撐起艦隊防空保護傘，甚至能獨立鎮守一方海域的絕對主力。於是拿着充裕的國防預算，新加坡開始在全球軍火市場掃貨。最終他們敲開了法國國有船舶制造企業 DCNS 的大門，看上了一款在當时驚豔全球的科幻戰艦拉菲特级護衛艦。在1996年那個滿世界還是天線林立，滿身鉚釘的蘇式和美式戰艦的年代，拉菲特級就是一個另類。它光滑的傾斜艦體，完全封閉的甲板，讓它的雷達反射面積小到在屏幕上看起來就像一艘漁船。但是法國人最初造這艘船的初衷，只是為了去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和专屬经濟區巡邏。所以拉菲特级雖然有着頂級的隱身能力，但新加坡人看了圖紙後卻提出了一個方案：新加坡不缺巡邏船，他們要的是一艘能在馬六甲海峽左右戰局的袖珍巡洋艦。他們要保留這層完美的隱身外衣，但要把裡面的設備全部掏空，塞進歐洲最頂級的武裝。為了塞下更多重火力，新加坡人首先把艦體拉長到了114米，满載排水量飆升到3200噸。但在外形上，可畏級把隱身做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它的艦體外層塗抹了雷達吸波材料，不僅所有的錨鏈快艇被收纳進了艦体內部，甚至連舰首的那门76毫米艦炮都做成了像鋯石一樣的隱身切面。緊接着是給這頭隱身戰艦換上雷達，可畏級拋棄了傳統設計，在主桅杆頂端直接安裝了一台法國泰雷茲公司研發的5000座無源相控陣雷達。
這個看起來像個巨大金字塔的旋轉陀螺，最大探測距離高達250公里。僅憑這一台就能在複雜的滨海强干擾環境中，同時死死盯住400個目標，並引導導彈發起多波次攔截。而可畏級的真正底牌是甲板下藏着的地池。法國人沒裝的垂發系統，新加坡人一口氣塞進去了4個8連裝，共計32彈源的席爾瓦 A50 垂直發射系統。這32個發射井裡裝填的是歐洲防空導彈的巔峰之作紫苑系列，包括射程30公里的 Aster-15， 以及射程高達120公里的 Aster-30 区域防空導彈。紫苑導彈最恐怖的不是射程，而是它的 PAF 技術。在導彈接近目標的最後階段，彈體上的微型火箭發動機會瞬間噴射，讓導彈在不改變機動姿態的情況下，硬生生射出60級的變態過載。這還沒完，為了彌補反潛短板，可畏級的機庫也被大幅度擴容。它沒有採用法國原裝的輕型直升機，而是直接引进了美軍主力的 S-70B 海鹰反潛直升機。巨大的吊放声呐和反潛魚雷補齊了這艘戰艦最後一塊拼圖。如果你覺得可畏級有一個大問題，如此複雜巨大的系統需要龐大的船員的操控，但是新加坡的國土面積決定了他們不具備人员選拔條件，那麼他們要如何解決呢？當可畏級終於定型，新加坡解決了一個大難題，但是另一個讓國防部徹夜難眠的問題像幽靈一樣浮出了水面：誰來開這艘船？對於現代軍隊來說，最難獲取的戰略資源其實早就不再是冰冷的鋼鐵，也不是國防預算裡的真金白銀，而是那些經過成百上千小時長期訓練的專業人員。可畏级每一次升级背後，都意味着人员編制和訓練周期必須要成倍的往上漲。如果一個國家連足夠的人都沒有，還能不能玩轉一支高度現代化的強大海軍？新加坡給出的答案就是能，讓技術替代人。這正是可畏級護衛艦誕生的最根本原因。其他國家在設計軍艦時，設計師們腦子裡想的往往是如何堆砌更大的平台，如何塞進更猛的火力。但是在可畏级護衛艦的圖紙前，新加坡人只有一個絕對的核心指標：如何用盡可能少的人去操作這艘越來越強大的軍艦。如果你走進一艘傳統護衛艦內部，你會發現那裡就像一個喧鬧的海上工廠。正常情況下，一艘這個噸位的戰艦需要大量的人員在不同艙室裡負責操控。但是當你走進可畏級，你會感到一種安靜。這艘長達114米的戰艦，僅僅需要約72名核心艦員就能實現全面運轉。即便在執行反潛任務需要另外搭載航空分隊時，也僅僅只再增加約19人。這個不到100人的編制，放在過去幾百年的傳統裡，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他們選擇了極端的解法，提高每一個人的技術含量，把整艘軍艦從一個需要很多人去操作的機器，變成了一個只需要極少數人管理的系統。根據官方資料顯示，這艘護衛艦裝備了先進的綜合作戰管理系統，它就像是戰艦的大腦，將艦上的全部系統連接起來，提高了攻擊效率。這和他們建設空軍、陸軍的思路如出一轍。裝備不一定追求數量最大，但每一件裝備都必須盡可能先进，盡可能的減少人數。然而，這種把高度自動化推向極致的做法，卻帶來了一個更加致命的問題。在和平时期的陽光下，這一切看起来確實非常漂亮。但是，戰爭環境和和平演習完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戰艦在海戰中一旦遭遇攻擊，系統癱瘓、艙室起火、管線破裂，大量高精尖的自動化設備瞬間就會變成廢鐵，需要人工去緊急處理。這個時候，人就是損管搶修中最無可替代的資源。回想二戰時期，為什麼很多大型軍艦擁有數千名船員？他們不僅僅是負責戰鬥，更重要的是，他們負責讓這艘船在受到重創後，依然能掙扎着繼續活下來。而只有72名艦員的可畏級，根本沒有多餘的一雙手去應对大面積的戰損。所以，可畏級的設計實際上就是在玩一場豪賭。他賭的就是他的先進可以盡量避免自己陷入那種需要大量人員去搶修的危險情況。他不能挨打，只要挨上一發反艦導彈，這艘船的生存概率将直線下跌。這同樣也是新加坡為什麼如此執着，甚至到了走火入魔般重視遠程打擊能力的根本原因。對於一個手裡艦艇數量本來就有限的小國來說，最理想的戰爭狀態絕对不是和對手在近距離互毆換血，而是必須做到在敵人能夠接近我之前就已經完成發现和打擊。那麼他為此做出了哪些升級呢？停在日本的堅定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全新換裝的藍毛導彈，這是使它具備了更遠的打擊能力。可畏級它確實很先進，但它太少了，整個新加坡海軍根本不可能像周邊大國那樣用幾十艘驅逐艦和護衛艦去編織出龐大的人海與艦海戰術。如果一場高烈度的海戰爆發，新加坡一旦在交火中受損，它是沒有第二次機會來重組艦隊的。所以在關鍵交鋒中，它必須死死地把具體優勢捏在自己手裡。
在可畏吉剛服役的那個年代，他裝備的是美國魚叉反艦導彈。在21世紀初，一艘3000噸級的護衛艦能擁有這種遠程反艦火力，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技術碾壓。但到了今天，海戰的規則變了。於是，為了讓敵人距離自己更遠，新加坡國防部正式宣布採購新一代反艦導彈，徹底替換老舊的魚叉。而新導彈就是藍矛，這款由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與新加坡科技工程強強聯手開發的超級導彈，完美繼承了以色列加布里埃爾系列導彈毒辣的技術基因。公開資料顯示，它的最大射程直接暴漲到了290公里，這意味着可畏級的戰術角色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變成了一名披着吉利服狙擊手。他不再需要冒着暴露的風險去靠近目標，他可以在敵方雷達的盲區外從容不迫地發動超視距打擊。他數量少，噸位也不算拔尖，但如今的他每一次出擊都足以讓對手在動手前認真掂量一下自己能不能承受那毀滅性的後果。不過，藍矛雖然解決了如何讓敵人離自己更遠的問題，但他卻永遠無法改變可畏級背後那個最讓人絕望的根本問題：如果衝突真的擴大，這個由鋼鐵和代碼堆砌出來的精密戰艦真的能保護他背後的國家嗎？答案是不能，因為任何再先進的武器都無法解決新加坡只是一個城市國家的宿命。它沒有廣闊的內陸，沒有可以回旋的餘地，所有的核心經濟、重要的基礎設施全部密集地擠在狹小的區域內。如果一個擁有廣袤土地的大陸國家遭遇戰爭，它可以依靠戰略縱深將工業向後方轉移，可以重新集結力量反撲。但新加坡不同，任何重大危機一旦爆發，戰火距離它的心臟永遠只有一步之遙。所以，新加坡每年投入巨資，艱難地維持着這支高水平的現代軍隊，其實一直在尋找一個脆弱的平衡：如何保持足夠強硬的自衛防禦，又不讓自己陷入被拖垮的軍備競賽。對他們來說，武力的極致從來都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獲得不戰的選擇權。而他們的答案是融入全球防護體系。如果把可畏級單獨拎出來，它只是一艘3200噸級的戰艦，但當它駛入深藍，遠赴亞丁灣去執行反海盜任務，或者出現在環太平洋這樣的大型國際多國軍演中時，它的意義就變了。它不再僅僅是一艘戰艦，而是新加坡擁有融入全球安全體系與大國協同作戰的能力。平時通過合作建立信任，危機時通過強大的合作体系提高威慑。它無法成為領土最大的國家，但它憑借可畏級成功讓自己變成了一個在馬六甲海峽絕對無法被任何人忽視的國家。這艘戰艦的存在不是為了去征服誰，而是為了向世界宣告我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未來。好了，關於堅定號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可畏級是東南亞最強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